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有主。有谁能想到帮助别人反而害了自己呢？在俄罗斯有3个女孩送老婆婆回家，当她们来到公寓门前时，一切都完了。门里站着一个凶狠的男人，身边还有一条黑色的猎犬。女孩们想要逃跑，但是她们能跑过那条猎犬吗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新库兹涅斯克，一座古老的城市，以矿工之城而闻名。1996年9月24日，在市立医院的病房里住着3个女孩，阿纳斯塔西亚·本纳耶娃、叶夫根尼亚·巴拉什金娜和奥尔加·加尔采娃。他们因为住在同一个病房里，很快成为了朋友。这天下午，他们决定偷偷溜出病房去买录音机的电池。他们沿着医院的街道来到了附近的市场，在这里有一位祖母年纪的人向他们走了过来。老人说家里的门打不开了，自己回不了家，想求3个好心的女孩帮忙去开门。女孩们没有犹豫，愿意帮这位老婆婆回家。婆婆带他们来到了皮奥涅斯基大道53号的公寓楼，她就住在9层。女孩们来到门前，老婆婆并没有把钥匙给他们，反而她去敲了敲门。然后门从里面被打开了，门锁根本没有坏，3个女孩被骗了。一个男人站在门里，他身后还带着一条猎犬。女孩们非常害怕，她们询问那位婆婆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婆婆就像没有听见一样，什么也不回答，只是默默地走进了公寓。门里的男人命令3个女孩进入公寓，他们害怕这个人，也害怕那条狗，所以服从了男人的指令。公寓里除了男人和那位婆婆以外，还有一位30岁的女人，她一头黑发，扎着马尾辫，是男人的姐姐。这个男人叫亚历山大·斯佩西夫采夫，27岁。他把3个女孩带进了一间卧室里，然后开始发脾气。他说自己已经2天没有睡觉了，所有人必须安静地在这里坐着，然后出去了。3个女孩害怕极了，他们一起商量如何逃走。阿纳斯塔西亚提议让奥尔加用瓶子将亚历山大打晕，但是奥尔加不敢这样做。过了一会儿，亚历山大再次走进卧室，叶夫根尼开始向亚历山大祈求放过他们，而亚历山大完全不理睬他的话。他拉住了叶夫根尼的手臂，要求他停下来。趁着亚历山大分心，阿纳斯塔西亚拿起了玻璃瓶向亚历山大砸了过去，但是他不敢砸头部，只是砸了他的肩膀。这对亚历山大来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不过这激怒了他。亚历山大放开了叶夫根尼亚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刀，走向了阿纳斯塔西亚。那天下午，3个女孩就这样从医院里消失了，没有目击者，也没有任何线索。当时的医院和城市街道上还没有安装摄像头，调查人员无从查起。不过这样的失踪事件从1995年开始就不断的发生，失踪的地点集中在城市中心，大多数失踪者都是年轻的女孩。这些失踪案件通常不会引起警方的重视，也许只是离家出走，或者是他们想过隐居的生活，不想被其他人找到。不过越来越多的失踪事件还是引起了市民的讨论，当地流传了一个关于失踪的都市传说。市民们怀疑在西伯利亚存在一个地下黑市，交易的就是那些失踪的人，他们像奴隶一样被贩卖，甚至还有医院会参与交易。当地的执法机构并没有忽视这件事，但他们不相信这些案件是一个人干的，一定是某个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参与了案件。但是当地的黑帮都否认了这件事，调查人员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。1996年6月的一天，新库兹涅斯克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有人在阿坝河河畔发现了人类遗骸，数量多达70个，其中可以确认身份的有15个都是半年内失踪的。对这些人造成伤害的手法比较类似，所以执法人员猜测本地有一名连环杀手在活动。鉴于案情规模之大，当地警方甚至向军方请求了支援，大量的地面部队开进了市区。他们详细地搜索了森林、阁楼和地下室，并在偏僻的地方设置了巡逻小组。当时俄罗斯的另一座城市也同时出现了一个臭名卓著的连环杀手——陶里亚蒂开膛手奥列克·里尔科夫。调查人员怀疑是他流窜到西伯利亚作案，但是在奥列克被捕以后，证明他并没有来过新库兹涅斯克。那么这位新西伯利亚本地的开膛手究竟是谁呢？几天以后，警方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，一位老婆婆住在皮奥涅斯基大道53号的公寓楼，她在电话里抱怨说楼道里有尸臭，而且她的邻居亚历山大的公寓里特别吵闹，警察局应该派个人去在家里查一查。不过警方认为他只是在找邻居的麻烦，所以无视了这条消息。如果当时警方去调查了亚历山大的公寓，就不会有后来的3个女孩失踪了。不过警方还是有很多机会抓捕亚历山大，但是警方都错过了。
5年前，亚历山大因为杀死了自己的未婚妻被捕入狱，后来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类疾病，于是取消了刑事处罚，转到了精神病医院治疗。1995年，亚历山大从医院里逃了出来，回到了新库兹涅斯克。而这件事不知道是医院没有上报，还是负责本案的调查人员疏忽了，竟然没有人追查。亚历山大就这样在家里住了下来，即使附近发生了连环凶案，警方也没有想起他。直到10月25日，西伯利亚的城市供暖开始了，但奇怪的是，亚历山大所住的这栋公寓楼暖气却是冷的。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找不到任何原因，不得不挨家挨户的排查故障。当维修工人来到了9楼，他们首先闻到了一股恶臭，随后敲响了亚历山大的门。但是亚历山大并没有开门，他隔着门说自己患有精神病，被母亲关在这里，无论外面如何叫门，他都拒绝开门。维修工将这件事上报给了警方，一名警员来到了这里，他再次要求亚历山大开门。亚历山大说自己去找钥匙，然后打开窗户逃跑了。警员强行打开了门，发现房间里一片狼藉。他们来到了卧室，发现了还活着的奥尔加·加尔采娃。他在这间公寓里关了整整1个月，已经奄奄一息。与他一起被骗来的同伴们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奥尔加躺在床上，等待亚历山大来杀他，因为亚历山大曾说过，如果警察来了，他会这样做。很快，奥尔加被送往医院抢救，他接受了警方的询问，留下了宝贵的证词。但是尽管医生们付出了所有的努力，3天后，他依然死于肺膜炎和肺水肿。警方搜查了亚历山大的公寓，他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。衣橱里竟然有82套血迹斑斑的衣服，它们都来自于受害者，还有40件首饰和数不清的鞋。所有的物品都被分别堆积在公寓里，警方还找到了一部相机，里边有女孩们的照片。这间公寓简直就是一个魔窟，人们被骗进来，然后永远也无法活着出去，连一个幸存者都没有。魔窟的主人亚历山大在附近的屋顶躲了几天，他可以观察到自己的家。2天以后，警方撤离了这栋公寓，亚历山大决定偷偷潜回去，结果被埋伏的警员抓捕。亚历山大·斯佩西夫采夫出生于1970年，是新库兹涅斯克本地人。他在母亲过度的保护中长大，由于他的身体瘦弱，在12岁之前都与母亲睡在一起。然而这样的呵护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正直的人。他有一项特长，就是撬开各种锁。在学校里，他常常偷走同学的自行车，又撬开办公室的门，拿走里边任何他喜欢的东西。每次学校想把他送去少年犯学校时，他的母亲都会站出来保护他。他总是有办法说服学校的管理部门再给他儿子一次改正的机会。亚历山大的母亲叫刘德米拉·斯佩西夫采娃，是一位单亲妈妈。溺爱孩子的她还有一个女儿，在当地法院做秘书工作，而她自己是一名律师助理。1991年，亚历山大从学校里毕业，准备去服兵役，但是在体检的过程中被发现有严重的精神问题，最终被送进了医院治疗。在短暂的治疗以后，他回到了家中，母亲给他介绍了一位年轻漂亮的未婚妻，17岁的叶夫根尼亚·古谢尔尼科娃。刘德米拉与女儿搬了家，腾出了整间公寓给儿子，为了保证这对未来的夫妻不被打扰。但是仅仅1个月，未婚妻就去世了。在这1个月里，邻居们常常听到亚历山大的家中传出尖叫声和各种噪音，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报警，因为亚历山大的恶名每个人都知道。他甚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就曾在电梯里放了一把火，而邻居们拿他没有办法，他们不敢招惹亚历山大。未婚妻的离世与亚历山大脱不开关系，当地法庭审判亚历山大的时候，发现他有精神问题，于是取消了他的刑事处罚，将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。1995年，亚历山大从医院里逃跑，回到了家中，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。不过他并没有努力的回归社会，而是经常在火车站附近闲逛，时不时将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外地人骗到自己的家里。1996年2月底，在火车站，亚历山大遇到了一位20岁的埃琳娜·特鲁诺娃，她在一家幼儿园里工作。女孩被亚历山大骗到家里，然后袭击了她。在女孩失去了生命体征之后，亚历山大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回到卧室去睡觉。在他醒来以后，女孩的遗体不见了，他的母亲刘德米拉已经处理了他们。那么刘德米拉究竟有没有帮助他的儿子杀人呢？这成了本案最大的争议点。在审讯时，亚历山大承认母亲帮助他诱骗女孩，他说自己在家里等着，他知道母亲会把女孩带来。但是母亲刘德米拉却不承认协助了儿子，因此亚历山大向母亲大喊大叫。
刘德米拉对儿子说：“你不丢人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生我的气？”亚历山大对妈妈说：“因为他们向我索要遗体。”刘德米拉回答儿子：“我没有拿走他们，而且你竟然还冤枉我，说我吃那些肉排，我不吃。”审讯过程中，两人这样的争吵常常发生。刘德米拉表现出自己是一位被冒犯的母亲，我为你做了很多，我非常的爱你，接受你，而你忘恩负义。总之，这位母亲并不关心问题的本质，遗体哪儿去了，而是关注儿子对自己的不公。我那么爱你，你却指责我。儿子亚历山大则表现出对母亲的冷淡无情，因为他习惯地认为每个人都欠他的，他很特别。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抚养他长大的，他似乎是对母亲在说，即使到现在，所有人都应该帮助我，而你，妈妈，为什么会在我的生活里？不就是为了替我做这些事吗？在法庭上，亚历山大的受害者可以确认的一共有20人，可是媒体猜测这并不是全部。那个年代的俄罗斯 DNA 数据库还没有建立，再加上苏联刚刚解体，社会动荡，所以很多受害者根本没有家人寻找，这造成了很多起案件不能确认与亚历山大有关，甚至不能确认受害者的身份。媒体猜测，因为有82件血衣，所以真实的受害者人数可能为82人。媒体给亚历山大起了一个称呼，叫做西伯利亚开膛手。1998年，法庭对亚历山大一家进行了宣判，法庭认为亚历山大患有精神错乱，所以应该被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治疗。他的母亲60岁的刘德米拉斯佩西夫采娃因犯有共谋罪判处13年监禁，而他的女儿就是亚历山大的姐姐，并不能确定隐瞒了弟弟的罪行，所以没有任何惩罚。随后亚历山大被送往伏尔加格勒接受治疗，这里有一座新建立的现代化医院，环境优美，病人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。亚历山大被认定为2级伤残，国家每个月会给他发放一笔残疾补贴。他喜欢将这些钱花在巧克力上，每天还会在医院的音乐中心浪费几个小时，而这些都需要付费。不过他还能剩下一半的钱寄给他的母亲。2009年，刘德米拉获释，他返回了位于市中心的房子，但是市民们强烈反对这位连环杀手的母亲回来。最终在警方的掩护下，他才回到了家。但是他并没有住太久，他的女儿将他接走，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生活。而亚历山大的案件一直也没有结束。截止2024年5月份，法院又认定有15起谋杀案与亚历山大有关，那间公寓还在他的名下。市民们担心总有一天西伯利亚开膛手还会返回他的巢穴。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墙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